大家好，首先我们要先介绍一下，在之前我们有一堂课是 Spring Data 还有 H2 Database 的整合。在这节课，我们为了示范方便，我们先将 H2 的 Database 先改用 MySQL 来做示范。好，你可以看到以往就是 Transaction Manager 的话，我们在插页的设定大概就是这样子写。在里面的这些细部的详细设定，我就不做太多的介绍。如果你有不太了解的地方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参考课程。那接下来你可能会想说，那在 Spring Boot 的话，我们之前大部分都是用 Java config 的方式来取代以往 Spring 使用 XAML 的设定。那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假如你的 Spring Boot 你想要使用原本的参与的方式的话，我们要怎么来做设定，并且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的设定，在就是 Spring Boot 里面是不是它的功用是什么？好，那接下来我就是先来做一下这个time的部分。好，那这我就直接先复制贴上，那就不浪费时间，就是一个一个慢慢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 point cut 就是对这个 service 来做处理，然后我们的 transaction 的控管，我们就是假如我们遇到有 exception 的话，我们就做 rollback。那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在我们的 MySQL 里面，现在database 状况是怎么样？那我可以看到说，我有一个 user 的 table， 那这个 user table 等一下我假如我要做 add user， 那应该是说我的 table 里面应该会 add 一笔就是新的 user 的资料。假如我在 add user 这个 function 里面我发生了 exception， 那我就要 rollback。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范例大概它的流程会是怎么样。现在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写好了 add user 的 REST 的 controller， 那接下来就是看一下我们的 user service。在我们参数的设定，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 user service 应该是会被控管的。所以假设说我们的 user service 这边我们throw了一个 exception， 好。接下来，可能我这边还要再对 exception 做处理一下。但是我并不想要做太多的处理。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那因为刚刚提到说，假如我们有定义参与来做 Spring 的设定的话，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import resource 的 Annotation， 然后里面我们就可以定义说我们要 import 哪一些。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设定给吃进来。接下来我们就是来看一下，实际上它会不会真的 add 一笔资料进去 ？OK， 好，接下来我就是透过 REST， 好，
接下来我再来看一下这个 table 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它并没有add 一笔 user 进去，因为我们的 transaction 已经做控管了。因为我们在有定义说，当它遇到 exception 的时候，我们就要做 rollback。好，现在那我们来看一下，当然你可以透过参与流的方式来做设定，但是因为我们有定义 Spring Boot application，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这个 Annotation 里面其实包含了其他很多个 Annotation。然后其实里面有包含了一个叫做 Enable Auto Configuration，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你假如定义了 Enable Auto Configuration 的话，那 Spring Boot 它其实会自动帮你产生 Data Source， 然后还有 Entity Manager Factory， 还有 Transaction Manager。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在我们这个 channel 里面，我们的 Transaction Manager。其实我们并没有去定义这个病，但是为什么它可以抓得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也已经它的 Spring Boot 已经帮我们去产生了这个 Transaction Manager。好，那现在假如我不要用这个设定了，那我们应该用更聪明的方式来做设定，比方说在 Spring Boot 里面，它其实有一个叫做transactional 的 annotation， 然后它其实也可以更聪明的方式来做设定，像是它可以设定说 rollback for， 然后它这样子的效果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设定的方式是一样。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执行的状况。那就是我们这边一样，就是做这个。好，你可以看到，其实又遇到 exception， 它就 rollback。OK， 你可以看到就是它在全身这个 annotation 里面，其实它还有其他功能，比方说像是你可以定义 read only， 然后基本上它原始定义就是 false。那你可以定义出，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控管说，在这个 method 里面，它的 transaction 是不是只能做 read only 的动作。然后还有一些像是 propagation 或者是一些原本参与里面可以设定 transaction manager 的东西，它在这边其实基本上都可以设定。所以在 Spring Boot 的话，它就是用 transactional 这个 annotation 来做设定 transaction。那就是在这样子设定的话，其实我觉得比起以往的参与来说，更有弹性，然后感觉也更直觉。好，那在我们这节课 Transaction 的 Manager， 我们就先到这边。那谢谢大家。